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塞内加尔以花生之国的称号和世界最艰苦的达喀尔拉力赛闻名于世。塞内加尔是旧世界大陆及亚非大陆最西端的国家，它的名字来源于塞内加尔河。历史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北部覆盖着广阔的热带草原。北边的塞内加尔河和南边的冈比亚河在草原西部流淌，滋养了肥沃的冲积平原。生活在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沿岸的黑人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黄金、象牙和奴隶贸易产生了浓厚兴趣。公元9世纪，阿拉伯商人开辟出商路，建立了跨撒哈拉贸易。如今，塞内加尔的东邻马里就是当时商路最集中的地区。到公元13世纪，伴随着马里帝国的崛起，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流域被并入马里帝国。因马里帝国内部争权夺利，到14世纪末，马里帝国被桑海帝国吞并。在桑海帝国称雄的年代，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公元1455年，葡萄牙人在冈比亚河沿岸地区建立据点，从事贩卖黑奴的活动。因冈比亚河沿岸远离桑海帝国的核心区域，葡萄牙人的活动并没有伤及桑海帝国的统治根基。此时，摩洛哥统治者因垂涎于跨撒哈拉贸易给桑海帝国带来的巨额财富。公元1591年，趁着桑海帝国因王位之争陷入内乱，摩洛哥军队穿越撒哈拉沙漠，一举摧毁了西非历史上最后一个黑人帝国。摩洛哥的远征虽然达到了掠夺财富的目的，但不久之后，摩洛哥国内的动荡的局势使摩洛哥将大部分兵力调回本土。由于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沿岸土著族群的一盘散沙，欧洲殖民者轻易地猎取大量黑奴。在血腥的黑奴贸易时代，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沿岸是非洲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1588年，英国人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冈比亚河沿岸的贸易权，荷兰人则选择从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之间的佛得角半岛下手。稍晚些时候，法国人在北部的塞内加尔河口登陆，随后在1659年建起要塞，作为自己殖民非洲的桥头堡。1677年，法国人自塞内加尔河口南下，把荷兰势力赶出佛得角半岛。法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更南边的冈比亚河。于是，一场法国与英国的拉锯战开始了。1765年，占据上风的英国夺取了几乎所有的法国殖民据点。然而，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趁机把英国势力压缩在冈比亚河两岸的狭窄区域。随着北美战事的结束，英国和法国签订凡尔赛合约，英国承认法国在塞内加尔河附近的统治，法国则认可英国对冈比亚河沿岸的占领，两地自此在法理上被无情地分开。不久，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英国和法国先后废除了奴隶贸易，瞄准资源和商品市场的新一轮殖民扩张就此拉开了帷幕。在这场从沿海向内陆的扩张中，法国凭借靠近北非的地理优势，从塞内加尔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出发，到19世纪末，法国几乎将赤道以北的非洲大陆西半部收入囊中。而距离非洲较远的英国只能凭借海上力量优势，有针对性地夺取战略要地，这其中就包括嵌入法国殖民地的冈比亚。法国想用其他殖民地同英国做交换，使冈比亚与塞内加尔连成一片，但英国人并不希望法国势力染指这块战略要地。由于需要联合英国共同对抗德国，法国不得不与英国在1889年签署协定，这正是今天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边界划分的基础。罗杰男爵接任塞内加尔总督后，他特别鼓励种植花生，称其为地球上的开心果。长期以来，花生的单一栽培是塞内加尔经济严重落后的根源。费代尔被于185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督后，他开启了征服塞内加尔内陆的进程，这为未来的法属西非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末，法国征服了塞内加尔全境。1902年，达喀尔取代圣路易，成为法属西非的首府。1946年，塞内加尔成为法国海外领地。1958年11月，根据戴高乐宪法，塞内加尔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为了维护地区统一，马里和塞内加尔于1959年4月合并，成立马里联邦。1960年4月4日，因经济失衡和个人竞争导致联邦的解体。
马里联邦解体后，塞内加尔于当年的8月20日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世界著名诗人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担任了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值得一提的是，他与议会主席马马杜·迪亚共同创立了塞内加尔进步联盟。马马杜·迪亚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摒弃旧有的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这一带有主权主义色彩的宣言，促使桑戈尔要求其他议员提出一项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马马杜·迪亚认为该动议不可受理，为此，他于12月17日疏散了议会大厅，并阻止宪兵进入。尽管这场动议被形容为未遂政变，但该动议仍在当天下午于国民议会议长家中进行了表决。第二天，迪亚和其他4名部长被伞兵小队逮捕。桑戈尔对反对派的容忍度远高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多数非洲领导人。1975年，桑戈尔允许成立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与塞内加尔民主党。1980年，桑戈尔总统退出政坛，并于1981年将权力移交给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总理阿卜杜·迪乌夫。同年，趁着冈比亚总统出国参加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冈比亚反对派发动政变。由于无力镇压政变，冈比亚总统只得求助于塞内加尔。塞内加尔随后派出军队帮助冈比亚平息了叛乱。塞内加尔伸出的援助之手，让2个同根同源的国家迅速走到了一起。1982年，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成立邦联，并试图实现最终的统一。然而，被殖民者割裂了上百年的两国差异明显，加上重要职位均由塞内加尔人担任，冈比亚担心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于邦联成立7年后宣布退出。在此期间，卡萨芒斯人因桑戈尔承诺给予的自治权利迟迟未能兑现，这个绰号塞内加尔粮仓的地区于是与塞内加尔政府武装爆发了冲突。该地曾是塞内加尔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因这场暴力事件而遭受重创。曾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因此骤然停滞。目前，该地区的排雷河重建工作仍在继续。1989年至1991年间，因修建迪亚马大坝和马南塔利大坝而造成的区域经济混乱，以及农民和游牧牧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外交关系破裂。2000年3月19日，塞内加尔民主党领导人阿卜杜拉耶·瓦德在第2轮选举中以 58.5% 的得票率击败即将卸任的总统阿卜杜·迪乌夫。2004年12月30日，瓦德总统宣布将与卡萨芒斯地区的分离主义团体签署和平条约。尽管塞内加尔政府与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内部各派系之间签订了停火协议，但截至2025年，卡萨芒斯冲突仍未完全结束。2025年1月，联合国称，由于塞内加尔有效实施振兴计划，塞内加尔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退出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联合国已启动退出程序，